同学们好，下面我们来继续学习问二便的问小便的内容。问小便，首先我们要了解小便的形成和排泄的过程。小便的形成和排泄主要与人体的津液有关。饮食入胃，这里主要是指饮食物中水分入胃，通过胃的受浪腐熟传向小肠，通过小肠的分期别浊再传向大肠，通过大肠的造化和传导，一部分变成大便，还有一部分会转变成为小便。其中胃的受蜡腐熟、小肠的分期别浊和大肠的造化都与脾的运化生清功能有关。脾生清不仅把饮食水谷精微中间的津液部分提取出来，通过肺宣发和速降到全身，同时小肠的别浊和大肠的造化使水分气化到膀胱变成小便。另外，肾阳的温煦和推动功能也可以气化全身大部分的水分变成小便，贮存在膀胱，再由膀胱气化成为尿液排出体外。所以小便的形成过程和排泄过程与大小肠、膀胱、与肺、脾、肾以及三焦都是有密切关系的。所以我们问小便可以诊查体内津液的盈亏以及有关脏器的气化功能。问小便的内容主要问尿次、尿量和排尿的感觉。首先我们来看看正常的小便。健康成年人白天排尿3到5次，夜间排尿0到1次。一昼夜的总尿量是1000到2000毫升，颜色是淡黄色，排出通畅，有便即解。这里需要说明几点。第一个就是尿量和尿次受温度，比如气温和体温，以及饮水、出汗和年龄因素的影响，比如天气热的时候出汗多，排尿次数就会减少；天气冷的时候排尿次数就会增多；喝水多，排尿次数就会增多；出汗多，排尿次数就会减少。第二个就是小便是判断肾精充足与否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志，尤其是夜尿的次数是判断肾气是否充足最重要的。通常来讲，成年人肾精充足，夜尿次数应该为0次，也就是不会有夜尿。而老年人，比如说49岁以上的女性和56岁以上的男性，由于肾精的生理性的衰退，所以有1次夜尿也是属于正常的。如果成年人经常有1次夜尿，或者是老年人经常有1次以上的夜尿，都是属于肾精不足的标志。那么还要强调一下夜尿。夜尿是指的夜晚睡着之后到第二天早上起床的时候，这个中间的夜尿次数才称为夜尿。但是如果一个人晚上没有睡觉，或者在熬夜，可能上很多次厕所，都不能够称为夜尿。小便异常主要从3个方面来看：尿量的异常、尿次异常和排尿感觉的异常。我们先来看看尿量的异常。尿量的异常有2种，量多和量少。尿量和尿次都明显超过正常，称为量多。通常白天清肠而量多，夜晚夜尿也比较多，这是由于肾阳虚，不能气化津液，水液直趋膀胱所导致的。另外有一种多饮、多食、多尿伴有消瘦，这是消渴病的典型的特征。量少是指的尿量和尿次都明显少于正常，可以见于以下2种：尿量少伴有口渴咽干，通常见于热病损伤的津液，或腹泻以及汗吐下损伤津液，引起了小便化源不足，会引起尿少。另外，尿少伴有浮肿的病人，多见于水肿病，比如心阳虚衰的水肿，以及脾肺肾功能失常、气化不利引起的血液内停导致的水肿，都可以出现尿少伴有浮肿。尿次的异常可以见到以下3种：频数、次数减少以及脓闭。
频数就是尿量次数增多。根据小便的感觉分成2种，第一种就是短赤而急迫，是指的不仅尿的次数多，而且伴有尿急、尿痛的症状，通常可以用尿频、尿急、尿痛来概括。中医称为淋症，这是由于下焦湿热、膀胱气化不利所导致的。另外一种是没有尿痛的感觉，主要表现为白天尿量次数很多，色清，夜尿尤其明显增多，这是属于下焦肾阳虚寒、膀胱湿约所导致的病变。尿次减少的原因与尿量减少是一样的，就是尿次减少，尿量也同样减少，伴有口渴咽干，与热病伤津、腹泻或汗吐下伤津有关。另外，尿量和尿次减少伴有浮肿，这与心阳虚衰的水肿或者脾肺肾功能失常、气化不利引起的水肿病有关。脓闭有2种表现，小便不畅，点滴而出为脓，而小便不畅，点滴不出为闭。这种病情比较复杂，有实有虚。实症通常与湿热下注、淤血、结石阻塞有关，虚症与肾阳虚、肾阴不足有关。脓闭一部分相当于西医里面的尿毒症。正常的排尿感觉是有便即解，没有疼痛的感觉。排尿感觉异常有4种表现，即尿道涩痛、余沥不尽、小便失禁和遗尿。尿道涩痛多见于淋症，与湿热下注、热灼津液、结石或者淤血阻塞、肝郁气滞、阴虚火旺、中气下陷等等虚和实的病变有关系。余沥不尽见于虚症，与久便体虚、肾阳亏虚或肾气不固、湿热留注有关。小便失禁通常与先天的肾虚、后天的脾虚、膀胱虚寒有关。肾气不足、下元不固、膀胱湿约，以及脾虚气陷、膀胱虚寒不能够固摄尿液，或者是尿路损伤、湿热、淤血阻滞、尿路湿约，以及热病神昏、心湿主宰，都会引起小便失禁。遗尿通常是虚弱的表现，与先天禀赋不足、肾气亏虚，以及后天脾虚气陷、膀胱虚寒有密切的关系。以上是我们学习问小便的尿次、尿量和排尿感觉的异常。本节课就上到这里。